大家好，我是知琪，欢迎来到我的优食志。今天我们来做又软又香的全麦面包。虽然做的步骤有点长，但是做起来并不难，即使是新手也很难失败。做出来松软可口，相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所谓的全麦面包，我们自己做的健康很多。好，我们开始做。首先来做汤种，你也可以叫它面糊，这是让面包松软的一个关键。只需要面粉和水，一般是用高筋面粉，也可以用全麦粉或者中筋面粉。视频最后我会给大家对比一下用全麦汤种做出来的效果。面粉和水的重量比是1:5，这里我用了50克面粉和250克水。把水缓慢地加进面粉，分几次加，一边加一边搅拌，确保面粉不会起坨。开中小火加热，不断地搅拌，面粉和水会变稠糊化，最后搅拌成这样出现纹路的状态就好了。汤种需要放凉之后才能用，放到冰箱冷藏可以放3天左右。放凉之后用保鲜膜这样紧贴着存放，可以避免它形成一层硬的面皮。汤种可以使面粉的吸水量增多，锁住面筋的水分，让面包组织变得更柔软，同时能够延缓老化。汤种静置至少6小时之后，我们开始做面包。先来把各种材料混合起来，加入180克汤种，160克冷牛奶，1.5茶勺约5克的干酵母，搅拌均匀。你还可以加1到2勺的蜂蜜调味，这里我们做无糖版本就不加了。然后我们来加400克全麦面粉，你也可以混合白面粉和全麦面粉，口感做出来会更软一些。但我觉得用纯的全麦面粉松软度就很满意了，而且它更健康。最后再加入1小勺，大概是3克盐。这里你还可以加一些坚果碎或者种子，例如核桃碎、亚麻籽粉等等，来增加营养和风味。我们把各种材料搅拌均匀，搅拌到没有干面就好了。太湿了就再加一点点粉，如果还有干面拌不进去，就再加1小勺水。盖上盖子，让它松弛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揉面，先加入1到2勺，大概15克的橄榄油或者其他的食用油。加一点油，第一可以避免沾手，第二呢，油脂会让面包组织更加柔软，并且不易发干。用手揉就可以了，我揉了大概10几分钟，最后把油给揉进去，让面团看起来这样光滑就可以了。然后开始了第1次发面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过夜。这样比较长时间的发面时间，可以让全麦粉里面的麸皮浸泡得更加柔软。第2天从冰箱里取出来，面团已经变大了很多，而且已经出现了很多气泡。我们需要把它先放1到2个小时，让它回温到室温。回温之后，首先排气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烤模的形状来把面团做成你喜欢的形状。我的烤模呢是这样的长条形，所以我打算做成这样的4块。把面团放到案板上来揉几下，分成均匀的4份。每一块先擀成大的长方形，两边向中间折叠，再轻轻擀一下，让它比烤模的宽度略短一点点就好。然后一边卷一边轻轻地压一下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我这个烤盘不太防粘，所以我来刷一点油防粘。把做好的面团捏口向下放进烤盒，再次盖上保鲜膜，室温发酵1小时，直到变成原来的2倍大小。轻轻戳一下，缓慢回弹，有一点压痕，就发酵好了。终于到了最后一步，我们开始烤制。
把它放进预热好的烤箱，350华氏度或175摄氏度烤45分钟。好了，我们的全麦面包就做好了，新鲜出炉，麦香扑鼻。大家开吃之前别忘了先帮我点个赞。来看看里面，有一点点拉丝，非常的柔软，忍不住就想先撕下来吃2口。我们今天做的是最简化版本，就这样吃起来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还可以根据喜好来添加其他的食材。每一片的热量大概是100大卡，作为早餐的主食，做三明治或者饿了补充能量都非常不错。我们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保存3天左右，或者冷冻保存1个月左右。最后来对比一下用全麦汤种做的更纯的全麦面包。实验结果表明，用全麦粉做汤种同样能够达到让面包松软的效果。比较起来，它的颜色更深一点点，口感更全麦一点，但是松软度也是不错的，而且也很香，很好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关注我，让健康的饮食成就更好的你。我们下期见。